那在2个月之前呢，北京呢有一位前辈呢突然来问我说，他们花了大概2、3年的时间呢，复刻了一支镜头，就是这支。那这支镜头呢，我第一次拿到手的时候，我会突然发现说，简直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啊，除了我这个是铜锁扣啊，它这个是黑锁扣。然后呢，它这边呢有一个35的这个标记，而我这边呢，原厂呢是没有35的这么一个标记的。那除了这个差别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差别。它一模一样的做了一支，重量也很接近。更厉害的是，它复刻了这个遮光罩和里面的这个 UV 镜。那里面的这个 UV 镜呢，和 S7一样，它也是可以选下来的，一样的小巧，一样的精致，一样的 f1.4，一样的口径，一样的遮光罩，一样的 UV 镜。然后他说，拿给我尝试一下，来请我提出一些想法和意见。我拿到手就说，我的天呐，我已经分不出来了，除了上面这35这里面有之外，我已经分不出来哪只是哪只了。那这支呢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厂牌叫 Altis Lab 啊，中文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啊，我们就暂时叫它国产圣光吧。那这支镜头呢，是外观上是完全复刻了原厂的这支圣光的这一模一样，阻尼也非常的舒服，也有无限圆的锁扣，锁扣也非常的精致，然后光圈环档位也非常清晰。原厂的镜头上面写的 Made in Canada， 我这支是加产的，但这支上面呢写的 Made in China。然后呢，我就拿着这支镜头呢去做了些样片的拍摄，我拍了很多的黑白的胶卷，拍了彩色的胶卷，拍了反转片，拍了负片，那我也拍了数码。看下来，我可以这么说，这支镜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复刻原厂镜头的。那这支镜头呢，我问了厂里呢，它的结构呢是8片6组，原厂呢是6片6组或者7片6组，所以呢它的结构上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呢，实际上在这个最大光圈的这个成像的这个质量上面呢，是能够看出来它和原厂的这个老圣光的这个风格呢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老圣光很容易出现的那一些放飞自我的这个焦外和光斑炫焦什么的，在这支镜头上面基本上有出现的一定的概率，但是并不是很容易，或者说并不是像老圣光那样那么容易。那国产圣光这支镜头呢，它多了更多的现代性，多了更多的就是符合现代摄影的我们的一些审美的口味，但是呢，它还保留了一些老圣光的一些味道，做工设计。玻璃的这个设计以及它的这个镀膜以及它的所有的东西啊，就是厂里跟我说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啊，然后改了无数稿，已经把他们设计师已经逼疯掉了，才做出这么一支东西出来。然后是觉得说值得在这里好好的说道。那我这边也拍了一些对比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来看一下国产圣光和徕卡原厂圣光之间的这个差异。我呢之前呢拍了一组同机位的这个对比图，用的呢是索尼的 A7C2 的那个相机，然后做了转接这样的话呢分辨率可以高一点。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照片呢。那么除了个别照片之外呢，基本上都是 IW 原图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在最大光圈下的这个比较，比如说是这2张，那么左边呢就是徕卡的原厂的圣光，右边呢是国产的圣光，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那我们会发现它的中心的这个锐度呢，国产的圣光呢会更清晰一点，更好看一点。然后郊外的这个成像，就这里呢就会有明显的这个差异。我们会看到原厂的这个圣光啊，它并不是一个很圆的一个光斑，它是有这个口径石的。有个小土豆的一个样子，而我们右边的国产的这个它的国产圣光呢，它的这个口径石呢，就相对来说会小很多基本上你看到的国产圣光的这个光斑呢，那基本上都是圆圆的比较完整。然后呢，它的边缘呢，它还有一圈这个边。那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特别是大家注意到这个边角的这个部分差异就会非常大。那么这也是2个镜头的这个结构上的这个差异所导致的成像上的这个差异。我们再来看同样的这2张一样的，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光斑呢，这个原厂的话呢，它就有明显的这个口径石，它是一个像土豆一样被切掉的一块的椭圆形的一个土豆形的这个结构，而国产的这个光斑呢，相对来说就更圆很多，对，就圆很多，就很好看。我们来看一下这2张，对，这张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郊外的这个光斑，它已经被扯出来了，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蚕茧的这样一个形状。而在原厂的这个镜头当中呢，它永远是个半个土豆的这个样子还是有，你看这个光斑和这个光斑之间它其实是有个尾巴的，而在这里呢，它尾巴被切掉了是不是叫口径石然后呢，我们如果跑出这个室内，在室外比较这个小光圈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说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差异的。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差异，而且相对来说呢，国产的那个成像它可能就是会更锐利一点，更明快一点。总体上说是没有什么大差异的。那么暗角上呢，原厂的可能会更多一点这张照片是 F8 拍的，那大差不差，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在细微处呢，还是略有差异明显那个这国产的那个会更明快一点。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2只镜头呢，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接近，但是各有味道不同。那么这支镜头呢，它本来是应该在2024年的12月初上市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厂里还是精益求精发现这光罩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正和改动，所以它干脆就推迟了这个上市的日期，一直推迟到2025年的这个元旦前后呢才做上市。所以我对我们国产镜头它所能够达到的这个水平和标准充满信心，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是做不到那个水平当然你会说它跟徕卡的差距可能在5%、10%的样子，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差距并不像他们之间的价格的差距这么大。我觉得但凡有国产的新的这个镜头勇于去尝试，很认真的去在做这件事情，我都是会积极鼓励的，我都会举双手支持的。它真的是一支值得去尝试的镜头，而且它小巧精致，画质好又不贵，这个很重要。
啊，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支镜头还是非常可圈可点。那么，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原厂的这个圣光。我相信啊，圣光永远是在所有的 Summilux 35镜头里面，永远是最被低估的那一支。但是，总会有人会喜欢它，所以它永远也是我最后一支镜头哦。那现在永远变成了我最后的2支镜头。其实这2支镜头我觉得没什么区别。OK，那么今天想说的呢就到这里了。那么希望大家使用过了以后呢，把这支镜头的反馈呢，在我的评论区做个留言。好，谢谢大家。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